好，接下来我们要关心是大陆的当时93阅兵让美国太震撼吗？最新消息，赶快来看到赫格塞斯他痛批美军肥胖实在太丢脸了，并且川普则是呛说敌人不在外面，敌人就在内部，美国是否要走向内战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关心，大家还记得吗？9月30号，赫格塞斯国防部长才紧急秘密召回了在全球的800名将领回到美国，这时候他们9月30号齐聚在哪里？维吉尼亚州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大家在猜说，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花这么多的钱把大家都招回来呢？现在谜底曝光了，原来是要听赫格塞斯说一些话。他说什么？他说痛批先前在美军内部推动促进多元性和包容性的这些政策，他认为这个是很有问题的，直接下令要把标准拉回当年在1990年代。现在呢，美国即将要用最高的男性标准来要求士兵们的体能，因为他说美国已经厌倦了肥胖的这一些军队。好，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委员怎么看？难道是真的被93阅兵的阵容吓到了吗？对照美军的松散的一个场面，现在赫格塞斯决定要洗刷耻辱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觉得的确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看过93阅兵的朋友都知道那个场面是多震撼的。在我左手边这位就在现场这个观礼过。那么在那样的一个全球所关注的一个重大的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就看到了中国大陆它不仅是这个军事装备的精良，更重要的是战斗的意志。我觉得作战其实当然装备很重要可是真正的战力的核心还是在于战斗的意志。所以这个93阅兵之后，不比没关系，就是一比笑死人了。就看完了93阅兵，大家再回头看一下那个美国当时的那个250、250的阅兵，基本上就像是迪士尼的那个每天下午3点的巡回这个花车游行一样所以这当然后来就变成很多这个梗图，或者是很多影片都可以看到那个彼此的对照组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对赫格塞斯或者对川普来说如果他们有接收到这样的讯息，他们当然会觉得很困窘就是说这实在也太难看了那当然赫格塞斯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了。那我当然是觉得说，你能不能够恢复到1990年的标准，或者是说肥胖的这些将领通通都要滚蛋？如果要这样，我们长期待在西方或美国，那美国的将领可能会少掉很多，因为其实对，我记得美国将领都还蛮肥胖，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新闻上，那个美国的那个参谋会议的什么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那些都很肥胖所以如果要回到1990年的男性什么最高男性标准，我不晓得美军现在还可以剩下多少人那但是关键问题是说，这样子就可以有战力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就是作战这种事情要知道为何而战。我觉得在美国这些年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运作之下，我相信不要说美国人民不知道为何而战了，其实国际社会也不知道美国会为何而战。特别是在以哈战争这件事情最明显的，美国还是为正义而战吗？美国还是为人权而战吗？美国还是为平等而战吗？为钞票而战，看起来不是如此了。所以当你没有真正的战斗意志的核心的时候，你就算恢复到1990的这个什么最高男性标准，这样就真的能够提升你的部队的战力吗？其实我是高度存疑的。就你必须要让你的部队知道为何而战，而且你必须要让他知道他值得为这个价值而战，那么他愿意付出。可是现在显然看起来，美国全世界都说服不了了，更不用说说服自己了。好，所以美国到底为何而战呢？其实现在川普他更扯了，他把矛头指向自己国内，他说呢，政敌就在自己的国内，不在外面的这些外敌了。所以呢，他说特别提到的就是民主党。他说民主党治理的城市简直就是无法无天。重点是这些民主党人他们是不会穿着这些所谓的外国军装的。所以他甚至表明说，接下来，我川普政府我们要进军到芝加哥去了，把民主党治理的城市当成是一个训练场。那比较糗的事情是，在这一场的这个召回的将领上面，川普也有说话嘛。那他呢在讲话的时候，讲到最最激动处的时候，照理说台下都会有一些鼓掌声，但是全场真的是静默，那他就非常的尴尬。然后他也补了一句说在这种时候，通常大家可以鼓掌等等，开了一个玩笑，但是还是没有人鼓掌，代表没有办法稳住军心吗？苑老师怎么看？另外就是把民主党当作训练场是独裁信号吗？我首先要强调93阅兵的时候那个陆军、海军、空军带着钢盔踢正步的时候踢正步人都是中将要搞清楚那个是将官的话，踢正步的话有板有眼，跟士兵一样。
那海格赛斯看到这种情况下的话啊，我跟你讲，我确实是看到大部分的解放军都是瘦瘦高高，长得还蛮帅的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海格斯这种想法，那肥胖的全部给我滚蛋。其实你要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即使再肥胖的美国的这个军队哈，要去打芝加哥啊，要去打洛杉矶、打纽约，应该还是会成功的了啊，因为这打流氓啊、扫黑啊什么，这个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分成3部分来讲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川普本身根本看不起这些将领。我刚刚就在路上想，还好我们3个都不是退役将领。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那个退役将领自己很尴尬，因为一个人能够发挥什么功能啊？大家每天听到退役将领就觉得不得了，因为长期来讲把它当成一个神圣的象征，这是第一点。那现在川普把这个神圣象征给拉开。那第二个的话呢，800多人，将近1000人呢，他跑到那个佛罗里达，全世界各地跑回来以后啊，里面的话呢，叫海格赛斯这个有没有当过少校，我都怀疑的人，在那边讲话说你们啊这个标准原来讲的这个 Vogue General， 就是你们这个性别不明的这些将领，全部给我滚蛋啊！然后这个第3点的话啊，完全没有顾及国家的安全，那个军队本身的需求，这是有原因的。因为美国的国防预算就那1兆美元那样子的话呢，我们刚刚讲那个题目，美国国防预算都在发展军事科技啊，就是川普基本上认为人根本没用，这些人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不是在军队里，要不然就在街头上混，所以他基本上是非常看不起这个军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做这种事情的话，那这些人当然心里非常明白了，因为美国的将军随便来一个美国现任的将军到台湾来，那还得了啊？予取予求啊，对不对？这边700、800个在那边受窝囊，听着海格赛斯这个无聊的这个主持人在讲话，他们当然不会鼓掌了，因为美国这话呢，一般人是故意制造鼓掌，乱七八糟、乱讲话就乱鼓掌的，你知道吗？现在一个人都没有鼓掌，就足以证明他真的是非常讨厌他。好，所以将军们其实心里面或许真的对这个国防部长或对川普都非常的不服气。那所以我们现在也会看说，川普接下来是打算用这个军队来打击自己的政敌吗？指的就是民主党自己。美国会不会真的如先前美国自己拍的电影走入内战？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干哥又怎么看？有没有这样的趋势？几天来哈，你看那个洛城的示威还是没有减缓，所以这次竟然已经动了陆战队去了。陆战队 Marine 呢？你知道 Marine Corps 怎么可以随便动呢？好，那你现在已经连这个兵都你敢派的话，我觉得川普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因为他要达成他的目标。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文化老实讲就是说，其实他潜藏的不定时的炸弹，这已经成型了。也就是说，极右派的保守派啊，跟极左的那种进步派，他们之间的冲突。最近我不知道市民有没有看一部影集叫做《美国内战》。美国内战它刚开始播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等到我们看到最近的局势，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白人的人口从2022年以来到现在已经下降到只剩下60%了。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小时候念小学的时候，我还记得美国黑人啊，美国人口有2亿5千万，现在是3亿嘛，当时黑人大概占1/10，然后有色人种其实不多，可是现在过了30-40年以后，美国白人只剩下60%了。他说再这样下去，到了2040年以后，也就15年以后，他们恐怕会不到一半，也就降到50%以下。好，这个对于保守派来讲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那个柯克会被暗杀？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是我们文化之间的战争，没有用枪杆子不能解决问题啊，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了。他说这样子会造成种族灭绝，什么种族？白人至上主义者会被灭绝，这绝对不能接受。所以今天川普他这次赢得选举，也是因为这个主要的议题，他才能够赢得选举。因为白人现在有很大的危机感跟恐慌感。可是我们也要真正很客观的讲一句，就是说，因为他们反堕胎也反移民。所以，对于美国自己本身国内的治安跟品质，川普进行这样的政策，其实我个人认为是对的。只是他的手段不能够这么激进。因为这几天来加州的那些暴动，就是因为逮捕，你知道现在一天逮捕多少人吗？2000人。墨西哥裔、西班牙裔、拉丁美洲裔，甚至中国人，一天抓2000个。所以为什么要动用到海军陆战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手段是不是太过激了呢？对，难怪我说真的，美国的其实很多地方都显现出很不安定的，会发生更大的街头暴动
或是暗杀行动，我觉得这个都不会让人家非常的讶异跟奇怪，因为有川普这样的总统。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